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和土拨鼠札记，对吧？因为也是临时情况啊，这个川普总统号称去打高尔夫，维持他的连续多世界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冠军啊，但是中间就突然开始了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袭击，所以呢，我们也临时的开一场直播，跟大家来去稍微的回顾一下这件事情。这个应该是川普发的 Truth 啊，就是他发的这个社交媒体，因为所有人看到了说川普开打这一仗，都是从这条消息开始看到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消息出来。因为我们一早上起来一看到，就是说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消息了，他袭击了这个伊朗的3处核设施，而且很成功，然后把他们都干掉了。后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川普大概有3分多钟的广告啊，也不叫广告，3分多钟的这个演讲，对吧？就是说我们完全彻底的把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干掉了。然后这个还讲到说伊朗是一个很反动的国家啊，一直反美反以色列啊，然后造成了很多的伤亡啊。这个我们现在可以把核设施打掉，然后我们也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目标，我们依然有能力把它们打掉。大概讲了这样的一个话。对吧？那么现在其他的消息呢，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多的暴露出来啊。那么我跟土拨鼠2个人呢，就是也是找一找现在已经能够拿到的消息吧，跟大家稍微的聊一聊。来，行，嗨，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札记。今天是一个等于突然增加的直播，因为我今天早上一起来，我今天起的比较晚啊。一起来我就看到说是这个美国已经介入了，已经从6月13号开始的以色列对这个伊朗的战争，然后然后我就马上去查了一下资料，现在的资料是确实比较少，而且很少有这个图片或者是视频流出来。另外呢，有一些部分的图片和视频我也不敢在这儿放，因为一放的话呢就会被黄标。事实上，我前面几期做的这个，包括俄罗斯就乌克兰突袭俄罗斯战略空军，然后包括这个以色列空袭这个伊朗的这个视频，有很多都被黄标了。所以在这儿，我还是希望就我的观众朋友稍稍多点赞啊！前面那段做的实在是太惨了，基本上都被黄标了。所以的话，还是请大家多点赞。这块就是先说到这儿，然后。根据现在的报道呢，应该美国是以空袭的方式，打击了伊朗境内的三处，主要是3处的核设施。一处呢，就是前面一直在提，说是得要 GBU-57这个巨型的这个钻地炸弹才能炸的这个福尔多的核设施。另外呢，就是继续打击了伊斯法罕和纳坦兹的核设施，主要是这2块。从现在流出来的消息说的开打的时间大概是今天的北京这儿可能3点多钟吧，3点多钟或者4点多钟，不对，还应该再早一些了，还应该再晚一些了，应该基本上是到他最后公布的时间是7点，大概是5、6点钟开始，大概是按照当地的时间可能叫做3点20分开始，第一波攻击是。应该是从潜艇发出来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的目标应该是基本上就是这个伊朗的防空设施。实际上这也是就是说展开这种空袭的惯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套路，基本上实际上就这样的。我先放一批，我先不是派飞机去，先派一批这个巡航导弹什么的去打击你这些防空设施。紧接着我是出动了大量的无人机和电子战飞机对你进行电磁压制，大概就是10分钟后对进行电磁压制，然后呢就是再往下一轮是出动从这个美国本土起飞，然后到关岛经停，再从关岛直接飞到这个我们知道关岛仔是第2岛链嘛，都叫第2岛链。那个中国这块整天说的我们去。打击的目标也在说打关岛，就是从关岛起飞的 B2，然后直接飞到中东，然后用这个 GBU-57巨型的航空炸弹来打击叫做什么呀？打击就是伊朗的福尔多的核设施。然后
这个 B2打击福尔多的核设施，现在的说法比较多，有的说是第一波次出动了2架 B2，有的说是第一波次出动了3架 B2，这个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无所谓，基本上大概就是2到3架。像 B2这样的这个轰炸机是美国的战略轰炸机，隐身战略轰炸机。那它每次呢可以携带2枚巨型的这个 GBU-57航空炸弹，这个钻地炸弹。这个 GBU-57每颗的重量大概就是13.6吨，2颗就是30多吨。所以的话，它要投掷的时候是2颗一起投，否则这个飞机的飞行姿态都很难控制，2颗一起投。所以每次一听，如果要是哪个报道说用了个单数的，大家就完全不用信，那肯定是假的，必须得是双数，一次2颗，一次2颗这样的。那按道理来说 ，GBU-57这个炸弹如果要是钻土层的话，钻土层就钻地炸弹嘛，钻土层大概能钻个100米、100-200米这样的。如果要是钻这个钢筋混凝土的话，大概是50米左右；如果要是钻岩石的话，大概是60米。然后福尔多的这个核设施呢，如果从洞口钻进去，就根据现在的报道啊，如果从洞口钻进去，那个隧道的长度大概得有半英里，就是800-900米、800多米这样的一个长度。如果要是说从顶部往下算的这个厚度，大概是80米到90米这样的一个厚度。所以以前一直就是咱们以前直播，老范，我跟你直播上次聊这个以色列空袭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事儿。如果美国不帮助以色列来打击这个福尔多核设施，以色列以它现有的航弹有没有可能打掉呢？打掉这个福尔多呢，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说，第一种方法就是最笨的办法，就是我派一堆这个 F-16带着这些小炸弹，2000磅的钻地炸弹，炸一个，然后炸出一个坑来，然后再扔一个，再炸一个坑，这么一气儿一气儿接下去。另外呢，我也可以派地面特种部队去。第三呢，我还可以派这个，比方说间谍啊什么的去来实施。那美国这次的话，它等于就是相当于就是 B2投的话 ，GBU-57，比方说一次炸出一个60米的坑，然后第2颗就从这个坑里继续往下炸。按照这个计算的话，应该2颗差不多就能够把它给炸毁，也就1架 B2的携带的2颗 GBU-57就可以把它炸毁。那美国等于再加一个保险，2架或者是3架，总共是4颗或者是6颗 GBU-57来把福尔多的这个核设施摧毁，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美国其实除了这第一波次以外，还有一个备份波次在这个空中停留，有悬停，就是这个盘旋。如果要是第一波次打完了之后，马上进行这不是很好的话，我这个备份批次马上就会投入战斗，再给你投6颗，是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这是打福尔多这块，这个模式很像什么呢？就是80年、81年伊拉克那个以色列袭击伊拉克的那个巴格达的那个核反应堆，就是那个歌剧院行动那次。当时那次的袭击的时候，以色列是出动了8架这个 F-16战斗机，每架挂载2000磅的2枚2000磅的这个弹，然后彻底摧毁了伊拉克。是，咦，你怎么掉了？这个土拨鼠怎么掉线了？好，那么这一次炸完了以后的话，还是要看事情怎么进一步往前走。这不是又断？我这是不是又断了？对，你现在又回来了。行，那我抓紧说吧。就是当时摧毁那2架艾斯拉克的那个就是那个反应堆，艾斯拉克反应堆，就是用8架，其实8架飞机16颗炸弹。其实以色列当时算的是什么呢？当时算的是用4架的 F-16， 8颗炸弹就够了。以色列也翻了1倍。那这次美国炸这福尔多和当时以色列炸这个巴格达的这个核反应堆是一样的，这等于就是美国炸福尔多这边。然后呢，美国还出动了像 B-1B 和 F-15这样的战斗机，对
这个位于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这个核设施也进行了攻击。然后从这次攻击之后，相当于叫做什么呀？美国的评估说是它的这个摧毁都达到了相应的这个目的，然后呢，所以它的备份批次都没有启动。而伊朗那边呢，就是说我们这儿没什么呀，还有说什么我们的我们的这些核设施都里面的核材料什么的都转移了呀。我觉得这些东西听听就罢了。其实，如果要是当时评估出来的毁伤效果并不是很好的话，那美国后边一波就上了，它的备份批次，对，就会上了。现在等于美国打完了这个之后，伊朗看看伊朗有什么反应吧。伊朗不是在说再说就是现在这个屏幕上这段话吗？总统先生，你开始了战争，我们来结束它，等于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这属于就是有点阿 Q 啊那种的，没什么可说的了。是，那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GBU57吧，这个东西大概是一个什么结构？它怎么能够实现钻地什么这块稍微的讲一讲。钻地结构这一块这种设计都是保密的，不太可能就是说随便来。就是我们原理上来猜测一下吧。它的原理上，实际上它首先你前面那个弹的头部那些是装甲的，至于还要采用一些其他的措施，就是要保密的了。你前面那些都是装甲的，然后的话在爆炸之前会把头部给丢掉，然后再进行炸，只能够大概说到这儿。基本上就是大家只要其实没必要，又不是你去搞军事装备研究的，你没必要去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理，然后为什么能钻到这么深，这些像它这种实体蹲，是不是它就是头上有一个大的金属疙瘩呀？没有那么简单吧？不可能就是说只是来装一个头上装一个金属疙瘩，所以我说这些设计一般是不会对外公开的。那 GBU57是有制导吗？这个东西？当然有了。就是它也是可以比较精确的。对，不是可以比较精确，它的精度是米级的精度，是几米以内，偏差是在几米以内的精度。所以的话，包括美国在80年代就早就实现了它的这些炸弹是米级精度，包括90年代炸那个什么99年炸那南联盟大使馆的那个炸弹，就是在航空炸弹上装个简单的 GPS 模块，然后装几个这个控制面就实现了。这个现在的技术都没什么可说的了，这都是很简单的技术，很简单。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对，所以我才说他前面炸一个坑，然后第二个丢进这个坑里，以现在的技术完全不成问题了。说是 GBU57这样的东西设计出来，其实是给这个金三胖用的。给金三胖，包括当时准备炸那阿富汗的托拉伯拉山区什么的，基本上就是给这用的。所以实际上这次打完之后，很赢。我估计朝鲜那个金三胖得下肝颤，他得下的在那块肝颤，真的是这种攻击的确是，就是说相当超乎于大家通常的认识，但是其实。这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些就是作战思路。他这个思路，我看起来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就是让人感觉奇怪的地方。基本上通常就是这样的。我先去放一波，不派飞机去，先放一波远程巡航导弹，把你的防空设施先打掉，然后是一波电磁压制，然后是一波这个叫做什么呀？叫做这个就是攻击，然后就用隐形战机攻击你的首要目标，然后是普通战机去攻击你的那些次要目标。这个打法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打法，现在基本上全是要真想作战就全都是这么打，而且你看的这个打法里也能看出来，说是什么那个我们打的时候是要有波次的，第一波次去还有一个备份在这儿，如果没打好，我第二波次再打过去。
所以中国老在那块说什么导弹与饱和攻击，你饱和攻击能攻击几波次？所以那些设想都不是特现实，真的是。那么现在是不是能够做这种完整波次打击的，也就是美国了？其他人估计也搞不定吧，包括像中国自己可能也没有办法做这么完整的这种攻击波次吧。中国的话咱们不说了，我就是说，那你分你打击的这个规模有多大？你要是像以色列这样的这种打击规模小的，他对付阿拉伯这些国家是可以的。就是看你对手，你的对手如果要是很强大的话，你的打击波次的这个能力就要强，你的对手要是弱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不需要你的很强，这个是取决于对手。所以因为中国好像是缺这个战略轰炸机。中国的战略轰炸机是50年代研制的，然后60年代开始装备的图16的改进型，所以这种轰炸机改到现在，然后你的航程这个等等的，还要比美国也是50年代服役的 B-52什么的要差得很远，对吧？载弹能力也差很远，所以中国的那不叫战略轰炸机，其实中国的那个在俄罗斯在前苏联都是50-60年代算战略轰炸机，后来就叫中程轰炸机了，图16。图16说的。那么现在算是开始了，等于美国像特朗普搞这一次呢，又让我们看明白了啊，就是说这个给你2礼拜思考一下，然后你去跟别人谈，跟欧洲谈完了以后，说伊朗才不愿意跟欧洲谈，伊朗只跟美国谈，对吧？还说我要去打高尔夫，就把所有这些事儿都说的时候，实际上他的战争脚步从来没停过，对吧？前面把大量的加油机，还有这种大的运输机往欧洲调，然后把这个航母往这个地中海就是往这个波斯湾调。大家就是看到说 B2起飞了，从美国飞关岛了，说这个事儿有可能行啊，但是一想川普又去打高尔夫去了，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不要看他说什么，还是看整个的军事部署走到哪一步了。你只要军事部署往前走，你说我去干嘛去？你最后该打还是得打。这个事儿实际上咱们分2条线说啊。第一个来说，首先就是说这个就是公开的，或者说表面上的这些宣传上面什么的这类的东西吧。川普先是去这个加拿大开 G7 峰会，是吧？对，开着说有紧急事务跑了以后，然后那马克龙就跳出来说是因为以色列和伊朗和谈的事儿他跑回去的，然后白宫还出来辟谣。对吧？不是对，放了个烟雾弹吧？咱们现在可以看，完全是相当于就是不停的在放烟雾弹。对。然后川普来了以后，就宣传说这个对伊朗的作战计划我批了，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下令开始行动，对吧？这是第2个弹。然后第3个弹，结果前2天白宫又在那儿说那个什么，说我这个准备2周内 within 2 weeks 2周内来决定是不是对伊朗展开行动。大家以为这个事儿就往后拖了，这个川普就跟以前一样又烂尾了，是吧？结果没想到，这个周6就开始打了，这是一条线面上的线了。再看一条这个面上线，就是第一，先是前的1-2周之前吧，1周之前说是有一大堆美国的这个加油机从美国本土飞到欧洲去了，这是一个消息，是吧？然后另一个消息说是本来准备去访问越南的这个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突然不访问了，直接就开赴中东，然后在美国在中东有3个航母战斗群，这是第2消息，是吧？然后第3个消息就是昨天还是前天说美国有几架 F-22飞到中东地区来了，就飞到欧洲还是中东地区，我没太注意啊，飞就异动。第4个消息就是说是 B2从美国本土起飞往关岛飞了。所以，等于所有的这些你看在一起，然后我看到就是说，现在的有一些媒体啊，中文媒体老在这块儿，你看到一个消息在那说，哎呀，你看美国怂啊，美国软啊什么的，不想打什么的，但实际上是什么呢？人家表面一套，底下一套，实际上是一直在准备。包括伊朗现在说的，说你既然打我了，我要把你所有在中东的这些基地啊什么的都视作攻击目标，然后甚至你的平民美国人如果在中东也视为合法的攻击目标。
当然，伊朗的这种宣传，在我看就比较像恐怖主义方向发展，这个应该不是个很理智的说法，真的不是，你最少不能够把平民做成攻击目标。那现在这么宣传，你认为美国在这之前他没做这个准备吗？他已经把那个就是中东地区那些家属都已经撤走了吧？这个消息也已经有了吧？也撤走了。中东的，对啊，都已经撤走了，那剩下来的都是军人。在这种情况下，你真的攻击炸死军人其实还是好的，你要炸死平民，你看美国会怎么样？那个时候可能就真的是要推翻你的政府了。我觉得美国现在的主要思想还是去和，对伊朗去和。你要真的是说是再去那个什么去打到这种平民，那就是借口让他去那个什么，让他去这个。把你的政府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伊朗本身这个导弹没那么准，就是他这种导弹攻击，你到这个什么，在这个以色列去炸的时候，说以色列别的都不让放啊，最后把那个微软的总部炸了，给放了。不是准不准？你要是假如你这就看你自己想不想。你要反击，你就承受这个后果。你要是愿意用这个打，喂，怎么又掉了？这个我们再等他一会儿吧。对，他的网络不是很好。对，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伊朗这帮人啊，这个现在还是在每天往以色列拽导弹啊，至少是从前一个晚上吧，还是在往以色列拽导弹。至于到底有多少突防了，有多少这个是最后没有突防成功，现在不确定。哎，你又掉了，你怎么又你现在什么情况？这个网络不知道，我待会儿那什么吧，这次咱们抓紧点吧。抓紧吧。昨天应该是伊朗还放了30多颗去以色列，但是呢，这一次炸完了以后，就是美军真正参与进来以后呢，伊朗应该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电视台的这个反馈之外的话，没有什么新的反馈，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做什么，这个事儿其实还要等着看。老范，我停一下我的画面，我是用另外一个我的漫游网络。行，你再折腾一下。你先往下说，好吧？我先往下说着，因为前面呢，伊朗现在也是在不断的往外放，前面特别还整了一个手摸小核弹的一个图片，说今天晚上啊，我要给大家看一些这个你们这个能够记很长时间的事情。一帮人等着他放蘑菇呢，结果放了一个叫尼什远程的这种导弹啊，放了3颗，然后都被人拦截了。对吧？现在就是等于很多的事情，它也没有那么，就是伊朗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导弹可往外放了，而且每次放出来的东西也没法去很精准的打击各种目标。现在呢，以色列就说你看你放集束炸弹啊，集束导弹，人家集束导弹你到那边子弹头出来以后，我确实没法拦，但是呢，你也就随便炸了，基本上相当于是地毯式轰炸了，就是说你逮哪儿炸哪儿，你也没有说我能够有任何的控制这种东西了嘛。对吧？所以现在也是说你们就已经是恐怖主义了啊，而且是支持恐怖主义。像这一次川普也讲说，伊朗就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对吧？我们就是要这一次要给他一些这个看一下啊，看。所以后面的话还是要看伊朗到底怎么做，真的开始向美国基地扔导弹啊，还是说哎我们这个后一步怎么办这个事情还是要看。我觉得没什么可看不看的。伊朗你要讲你要扔导弹，你就承受后果，就是这么回事儿。这样就是你能不能承受这个后果？你觉得你扔完导弹以后，你的反击对美国有意义吗？你觉得这种反击对美国有意义吗？有任何意义吗？实际上，这种反击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欺骗你自己国内的群众。好像也需要和你反击，还是不需不需要先不管，你的反击的这意义是欺骗你国内的群众。你对美国的反击之后招来更严重的打击，这些后果你获得的
你获得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反击以后获得的这些利益和你那个遭致的这些后果，哪个更划算，自己要想清楚，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觉得会就是说你是反击以后对你更有利，还是说不反击对自己更有利？如果没想清楚这个，我觉得就没啥可说的了。这个他还是这种，你如果不反击的话，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维持他统治的合法性，对吧？前面刚到欧盟跟人谈说这个，只要你停止了这个侵略，我才能去给你谈。你得要接着往这炸，我就不可能跟你谈。那只是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不反击了，对美国不反击，我只反击以色列，那个后果好，还是都说对美国也反击好？你所有这些都要权衡一下，是不是说你不反击，你的政权就一定倒台？因为你反击了之后，你不反击，你的政权倒台的可能性大，还是你反击之后，你的政权倒台可能性大？就衡量这个嘛。这种东西都是就是怎么说呢？你是不可能知道说我这个按钮按下去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的。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进行个别理性的评估的。我觉得不是叫不能够进行理性评估，评估是肯定有的。就是你看美国反击的决心有多大。如果你对美国这次空袭以后反击，袭击他的平民，袭击他的基地以后，美国对你的反击能有多大？包括当时最后这个伊拉克这块也一样嘛。伊拉克当时入侵科威特就觉得国际社会不会有什么反应，没想到国际社会就对他有反应。地面部队都没出动，他就撤出伊拉克，几乎是吧？地面部队根本就没出动就撤出伊拉克了。所以你伊朗以你现在的这种撤出科威特了，那个你以你现在的这个能力，你的领空完全是对以色列开放的，最少德黑兰附近的这一片，就是西北部分的领空都是对以色列开放的。你这些然后别忘了那边还有一大堆美国空军基地还没有真正的投入这个参与，它最多只是给以色列支持。如果你反击美国的话，美国你周边的那些空军基地给你的打击会有多大？这些恐怕都得评估。但是我不认为他们可以进行这么理性的评估。我觉得是这意思，他会进行一些反击，然后等到反击之后遭受更严重的打击以后，最终就是怂了，最终比较。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这样的？比如说这个甭管他是不是反击了，对于以色列来说，因为内塔尼亚胡已经说了，说我们的目标基本上达到了啊，美国也说了，说我们已经把他所有的离心机都炸干净了。那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说，我就可以停止攻击了。那么伊朗说，哎，我又扔了几颗导弹，甭管炸的是谁了吧，哎，反正最后一波是我打的啊，那么我们也胜利了，然后大家就接着往前谈了。不是你打到哪去了？你打到哪去了？不一定打到哪儿的，就是像中间有一次，伊朗也号称是要反击，然后扔了些东西，最后谁也没打着嘛，然后最后就双方都宣布胜利了，也就完事儿了嘛。我觉得就是说上一次的时候，你还是长远点看，以色列其实那一次就是在为这次打击做准备。这两件事根本就不能孤立，伊朗可能以为他那次打完以色列没说什么，然后事儿就算了，但是没想到这也就是不到半年时间嘛，所以咱们可以把包括甚至还可以再把它前推到2023年10月7号的那个什么哈马斯的那个以色列那音乐节的突袭，这些事儿在以色列看来，这是完整的一场战争，这是一场完整的战争。所以的话，你现在更何况伊朗前2天不是还炸了以色列的一个医院吗？内塔尼亚胡还有包括他的那个国防部长都说，那个哈梅内伊这个人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以色列到底的现在说的目标，如果要说达成的话，初步评估伊朗的核设施被彻底摧毁了，这一点伊朗还不承认，这一点伊朗还不太承认。那我估计后面会有一轮更精细的评估，评估完了之后还会有一轮打击，肯定还会有漏网的。换句话说，先不管你伊朗反击不反击，伊朗政府会不会被颠覆，就是说伊朗的核设施是不应该被存在的。
他也没有能力保护他的核设施。你最多你可能敢搞脏弹，但是你要敢搞脏弹的话，你的政权更不会存在了。这就是基本的原理，就是说这是第一步，就是说是伊朗肯定以后他就不能再搞核了，这点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你甚至连防空武器可能只要再来就都会被摧毁，就是你的领空等于就是以色列呀、美国就是帮你看着了，差别是这意思。对，然后再下一步再说伊朗的反击，他怎么去骗国内的人，咱们不用去管他。我觉得，就他在国内怎么宣传不用去管，然后你就看他的反击打导弹是不是去打的话，你要打到没有空白的地儿，然后你说你胜利了，这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你打到了人，打到了平民，然后你看美国和以色列会不会反击？你看一下，我觉得假如你就换个角度思考啊，假如你是特朗普，假如你是美国的这些人。然后你是那个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然后平民什么的，你们的人确实被打了，你觉得你还会停手吗？会不会继续打下去？就占据这样的优势。下面就是这种，比如说真的伊朗内部，因为现在其实并没有内乱的这个消息出来，因为伊朗是封锁了互联网，大概是封锁了几天，说从今天早上起来好像恢复的互联网，就是前面这几天整个都断掉了。所以这里头伊朗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不知道，因为很多人都说你看伊朗内部还在这个支持政府呢，游行支持政府，要求反击呢，还这个对吧？到底有没有可能说真的说内部革命一把，把这个教士集团给他干掉？这不知道，伊朗基本上是一个咱们都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最少有几点咱们应该能够清楚吧。第一点就是说是你能看到有游行的，但是我看到也有这个对着霍梅尼比那个 F 的那个手势的，这些等于可能就是说你生活在不同的圈层里，你看到的信息不一样。我看到的就全是那些反映伊朗人在反对这个霍梅尼啊，反对这个哈梅内伊啊这样的政权的。然后你看到的可能是游行什么的，这是不太一样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伊朗可能确实存在的，就是说，伊朗的真正受压迫的应该是他的社会中层，就是中层的人。伊朗的这个政权在底层特别贫穷的那些人，他的待遇应该还是比较好的，他的一直到上大学都是免费的，然后他的好像医疗也是免费的，他的确是这意思。但是他的中层的这个工资是很低的，一般只有几百美元。一般只有几百美元，所以他对中层的压迫是很重的。所以真正最主要的反抗伊朗的这些人，应该基本上都是中层。包括我说我在德黑兰待过1个月了，都去玩去的时候，然后接触的那些人，他们对这个伊朗政府，其实他们还算是政府之间的官员了，也是非常不满的，等于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就是什么，基本上所有反抗这些对伊朗的政权不满的这些伊朗人，基本上应该都会说英语，受过良好的教育，然后真正的伊朗的底层有可能是支持的，实际上是这么回事。至于因为前面的一个对，因为前面的一个案例就是美国在阿富汗扶植了半天，最后这个塔利班一来了以后，摧枯拉朽，他自己扶植的政府就直接就挂彩了。我还一直就是这句话，美国这次不是要扶植你的政府，美国现在的主要目标是要推翻伊朗的，要那个什么，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这是第一目标。那你现在不停的反击打下去的时候，那这个炸了以色列的医院，以色列想推翻这个哈梅内伊的这个政权，就是说哈梅内伊不应该存在，也不叫推翻政权嘛，就想斩首哈梅内伊。干掉哈梅内伊，但是这不是美国的想法，这不是美国的想法。然后美国如果不支持以色列做，以色列自己能不能做到，我不清楚。他搞暗杀应该肯定可以，我估计用摩萨德的这种搞暗杀应该能够实现。那但是就是说，在伊朗这一块的话，伊朗政权我就反复的在说，你要不要反击？你要反击的话呢，那可能人家就真是把原来的目标从只是
让你不发展核武器，变成要推翻、要铲除你这个政府啊，是这么回事。就是人家的大家战争中大家的这些战略目标、战术目标都是在不停变化的。人家现在的目标已经基本上达成了。如果你真的不继续发展核武器这些的，你就此停手，有可能这战争就这么停下来了。如果你还是要反击，然后还是要去发展核武器，那肯定停不下来，那就是往下打下去。但是你要想啊，这个应该也是在1周前吧，这个川普还说了另外一句话，说这个伊朗要无条件投降。因为这个无条件投降这个事儿呢，最终是，你看2战最后无条件投降这几个是什么样的下场？他那个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我觉得川普说的这个话在那儿用的并不一定合适。在那里面的无条件投降，应该就是他又没有去侵略别的国家，你的目前的无条件投降其实是就等于你要听别人给你开出来的条件。我觉得当时的条件应该仅仅就是契合。彻底契合就完了，等于不管是以色列，不管是美国，不管是哪些国家，实际上大家对伊朗的首要的目标就是一个契合。你自己一直不肯契，所以才造成了现在的这种危机的局面。事实想一想，假如你伊朗当时好好和美国，就咱们回想一下，整个这个过程是伊朗和美国在进行核谈判，对吧？然后呢，美国提出的条件，伊朗不同意。伊朗说我还要搞铀浓缩，然后而且我重启了我这些核设施的离心机啊什么的，以色列才动手打的。而且当时川普划定的是一个60天的期限，以色列是在第60天刚刚过去，61天开始的时候打的，等于人家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规程打的。你现在假想，假如伊朗当时哪怕只说不同意，但是我没重启我的那些铀浓缩设施，以色列就没有太合理的借口来打，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要是认定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的话，这次打击不是你伊朗自己招的吗？所以我就从这儿就在说，你现在美国开始炸了，伊朗说要反击，如果你反击之后，你考虑过反击的后果是什么没有？就作为假如你是伊朗政府的人，你考虑过没有？人家有可能首先有一点是确认啊，就是川普说的话呢，不能太认真对待。这个川普是一个不那么靠谱的人，而且川普呢，因为又是一个特别大嘴巴，对吧？他一边大嘴巴要说，另外一边呢还要保证各种战争的突然性，所以他在说的这个过程中，前后有一些不是那么一致的地方呢，也还是这个可以去理解的吧。因为前面甭管是对谁，只要是无条件投降的，对吧？你的领导层、你的核心的这些军事长官，都是要去上军事法庭的，你是要接受审判的。你像伊拉克最后是接受军事审判，萨达姆给干掉了，对吧？然后这个2战的时候，最后这几个除了自杀的之外，或者前面被这个游击队干掉的之外，剩下基本上都去军事法庭了。那么你从伊朗现在这个状态说来，我把人派进来，然后咱们该上军事法庭，这个事儿是不可能有任何人去，不是任何一个政权不可能同意这件事儿。老范完全不一样的，2战的和那个伊拉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伊拉克那个不是叫无条件投降，你别忘了，是被伊拉克政府自己的法庭给判处死刑的，知道吗？是伊拉克自己的政府自己的法院判的。而你像2战的时候的那些战犯是国际法庭判的，国际法庭。对，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意思？对，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是伊拉克人自己要萨达姆死，不是那个说美国人要萨达姆死，是伊拉克人要萨达姆死。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意思？伊拉克战争失败以后，伊拉克的这个政府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不用去想什么情况，就美国人不管当时萨达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活着可能比死了用处还大，对美国来讲，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真正推翻了这个伊朗现政权，然后让伊朗成立一个新政权，比如现在那个里萨巴列维回去，再成立一个法院，很可能会把哈梅内伊给判了死刑，判了那个。对，这个是有可能的。如果要是说
仅只是说是这个像二战那样，就是说大家等于攻进柏金了德黑兰，就是说多国部队攻进德黑兰，然后占领了德黑兰，然后这多国部队这边成立一个法庭来审判这个哈梅内伊，那还真不一定会判他死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估计连审判都没有。所以关键是作为哈梅内伊这样的人来说，他愿不愿意接受这种审判，甭管是谁的审判。不是，你不打了以后就没有这种审判，你不反击，你契合的话就没有这种事儿，你还是继续来那就是说伊朗就完了。从你现在的这个看法，就是伊朗只要现在说，哎，我服了啊，这个油浓缩设备都没了，然后你这个进来看吧，那么这个事儿就算结束了。然后我也不反击了，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在美国人看来应该是可以结束了，以色列人应该不会这么看。以色列具体采取什么措施，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觉得就是包括你像美国到现在，川普也是说我这第一波打击完了，那后面我评估一下，我可能继续打的是，如果你不反击的话，我应该还是就像以色列开始说的发的那条嘛，你们不反击，我只打你的核设施，如果你反击的话，我会打你的其他设施。就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所以看看伊朗政府怎么评估，就是说他自己政权在国内是不是稳定。如果他觉得不反击他就存续不下去了，那反击的话呢，尽管也很可能存续不下去了，但是反击了的话，有可能以后能说我还是站着死的。你要是不反击的话，我存续不下去，我就是他妈跪着死的，那我还是站着死。他如果评估的结果是这样的，那他就反击；如果他要是评估结果不是这样的，说我这个不反击了以后，我政权有可能存续下去，那我就不反击了。本身的话其实是这回事。是对于伊朗本身，我们确实对他的政权结构和他的这个权力分布不是那么了解，但是你像阿拉伯国家或者说穆斯林国家，其实一直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政府对于下边的各个派系控制的没有那么严密。就是你可能自己政府不想反击了，但是你下边人你未必控制得了。伊朗现在还有些什么下面人呢？就是你说伊朗大概几方力量吧，一方就是说是像霍梅尼这样的教士，这算一块，对吧？对，然后第二块是革命卫队，是吧？这个应该是他的党卫军吧？第二块算是革命卫队。革命卫队，算是他的党卫军，但革命卫队本身是伊朗的一个大经济实力，一直你像那个什么，他们都叫它 enterprises 啊，企业。革命卫队的垄断着伊朗的像是石油啊什么的运输啊、能源啊、交通啊什么的，这些天然气啊这些企业都是他垄断的。所以国民卫队是这一块，还有一块应该是。等于就是说是伊朗普通的商人，或者说伊朗的政客什么的，这算一波人。革命卫队，那以色列前面的这些打击斩首行动的时候，基本上斩的全是这些人吧，基本上斩的以革命卫队为主吧，什么革命卫队的这个参谋长、那个司令什么的，叮咣五四全给干掉了。所以就是说是你不投降的话，就是说你不同意停战的话，那我就斩首呗，继续斩你呗，一直斩到你那个同意为止。当时打那个珍珠党不就是吗？主席被干掉了，再一个再干掉。然后这次伊朗的这也是出来了，总参谋长被干掉了，派了一个新的来，然后又被干掉，就是这么玩嘛。你自己的领空你都没有那个什么，都不能保卫你自己的领空，那人家不是想干啥干啥呀？先你自己是的，这是天上。是因为后面是马斯克宣布是在伊朗全境开了这个星链了嘛？对，关键伊朗的你自己国内的革命卫队自己在国内也很糟。你先不说那些神权政权的这个大家支持不支持？最少革命卫队的那些人，对啊，你革命卫队你这个蛋糕你分的太多了，你把别人的利益抢的太多了。
打革命卫队，大家伊朗没有什么太多反对，说是打掉革命卫队的。是的。那么这2天呢，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确认啊？因为据说以色列宣布说要去打击这些伊朗高官在欧美的子女。声音，我不太相信以色列会这么做。有声音了吗？有了。有，不太相信以色列会这么做。这个等于是要违反当地的法律。你比如说，这个人在美国念着书呢，然后你到美国把他暗杀了，这个对于美国法律也算是个挑衅。不光是法律挑，你在国际上，你那个什么根本就不能够为大众所接受嘛。你触碰了大家的底线了，这个事儿肯定是不能干的。以色列，就是说这意思，以色列要干，他不会明着干。就是干了也干了，他不说，有可能，他要说出来的那个肯定是人家在那造谣，他只有可能偷偷摸摸干。他要是敢明着放出来的这种话，那肯定是假的。是，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道理的。你再怎么说，西方就是这些国家，他们表面上还要装成君子，不像伊朗这样的直接就把流氓挂在脸上。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对很多这样的这种威权国家的都挺有威慑力的啊，甭管是以色列也好，还是不是，甭管是伊朗也好，俄罗斯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就有大量的领导的子女啊或者亲属，实际上是在欧美的。不，你放出这些，有可能是以色列的人给放出来，对吧？他就是说是他是假消息不假，这假消息有可能是以色列那边放出来的，但是他肯定是个假消息。另外，哈梅内伊的孙女就在哈佛。喂，你又没声音了，你的声音不见了。哇塞，咱们抓紧点吧，可能得早点结束了。现在有了吗？现在有了。是，就是说哈梅内伊的孙女本身就在哈佛。在哈佛呀。哈梅内伊的孙女就在哈佛。好吧。对，是和那谁是同校友吗？没啥。那行吧。这个哈佛看来还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哈，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了。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继续看吧，因为等待进一步的消息披露，等待这个包括一些轰炸的这个效果评估，然后等待伊朗的反应吧。我觉得现在基本上是美国跟以色列算是把手里的这张牌打了，打完了以后呢，看伊朗怎么回这件事儿，对吧？伊朗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愿意谈啊，这个事儿可能就接着往前走了啊。如果说这个不行啊，我一定前面说要打，我就一定要打，然后我还要找美国的基地，找什么这个再打一波。那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怎么继续往前发展吧。好，那么我觉得这样最好的就是，我觉得好的结果就是伊朗别软，继续打，一直打下去，然后看看结果。这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效果打完了之后的效果，应该对朝鲜的震撼更大。最好是，但是他打下去这个过程的话，这个因为我觉得他也不太可能像俄乌似的，一下折腾3年，他应该也扛不了太久。他根本就扛不了多久。这个要比伊朗要比。喂，你的声音又没有了。喂，结束吧。你这个你需要把你的设备整个调整一下了。好，我们有进一步的消息再开直播跟大家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再见，拜拜。哎呀，今天这个。